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小蔬果。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收看我的视频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经济往来频繁，借钱的情况时有发生，而借条作为一种重要的书面凭证，对于保障债权人的权益至关重要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借条上千万不能写的3个字，一旦写错，借条可能就会废纸一张，即便诉诸法律，也可能无法得到应有的支持。借钱这件事，本质上是对一个人信誉度的考验。只有当我们相信对方的为人和信用时，才会放心的把钱借出去。然而，现实中也不乏借钱不还的情况，这不仅会让债权人遭受经济损失，更会寒了人心。为了最大程度的确保能够顺利收回借款，写好一张规范严谨的借条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但在打借条的过程中，有诸多注意事项，如果我们不深入了解，很可能会使借条失去法律效力。到那时，即便告到法院也无济于事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。1. 分清借条和欠条。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借条和欠条似乎是一回事，觉得写哪个都无所谓。但实际上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民间借贷纠纷频繁发生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贷双方对借款协议的理解存在分歧。因此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，在撰写借条时，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，避免使用容易引起歧义的字词。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借条与欠条的区别，我们先来看看它们各自的概念。借条主要是指在借贷关系中双方发生的直接性金钱交易，例如我把钱借给你，或者你把钱借给我，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借条。如果借款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归还借款，那么债权人有权凭借借条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而且借条的法律诉讼期间长达20年。只要在这20年内，债权人进行申诉，法院就会依据相关法律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。而欠条则主要是双方经济往来的一种结算方式，比如在买卖交易中，货款到了支付时间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，这时就可以打一个欠条。又或者双方存在劳务关系，到了约定的时间却没有按时支付劳务报酬，也可以给对方出具一张欠条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欠条的有效诉讼期限仅为3年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手中持有欠条，就必须在3年的时间内提起诉讼。一旦超过了这个有效诉讼期限，欠条就会失去法律效力，无法再为你提供法律保护。这里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案例。2018年，张先生向李先生借款10万元，当时双方仅签订了一份欠条。3年后，李先生没有按照约定还钱，张先生无奈之下将其告上了法院。然而，由于张先生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欠条的诉讼时效期，法院最终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。这就是因为没有正确区分借条和欠条，以及忽视了欠条的诉讼时效，导致自己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。2. 经借与经借到。在写借条的时候，很多朋友经常会用到经借与经借到这2个词。虽然从表面上看，这2个词的意思似乎相差不大，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，它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。经借这个词主要表达的是有借钱的意愿，但实际上钱还没有真正到账，它并不代表借款行为已经完成。而经借到则明确表示钱已经借到了，借款行为已经实实在在的发生了。如果在借条上只写经借，那么在法律层面上，法院可能会认定并没有实际发生借款行为。同样，我们来看一个实际案例。2019年，王先生与李先生签订了一份借条，上面写着经借某金额。后来，李先生没有按照约定还钱，王先生将其告上了法庭。然而，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，根据借条上所写的内容，并无法确定钱是否已经实际交付。最终，法院驳回了王先生的诉讼请求。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，建议大家在写借条时，一定要写明已收到某金额款项，这样才能更加明确借款行为的发生，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3. 环字的玄机。在打借条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字需要我们特别注意，那就是环字，还是一个多音字。在中国文化中，多音字有着独特的魅力，不同的读音所代表的意思也大不相同。环字既可以读成环，此时它代表的意思是归还，也可以读成还，意思则是还有。例如，同样是写金还欠款20万元，如果读作还，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今天已经归还了20万块钱，而如果读作还，则表示还有20万块钱没有归还。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。2020年，赵先生与钱先生之间签订了一份借条，上面写着还钱先生欠款10万元整。赵先生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钱先生已经归还了欠款，但在法庭上，钱先生却称这里的还应该读还，是还欠款的意思。最终，法院经过鉴定后，支持了钱先生的说法。为了避免因这个字产生歧义，在写借条时，最好明确的写出已归还或者尚未归还，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。4. 金额大小写都要书写。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关键要点之外，在写借条时，金额的书写也不容忽视。现在很多人打借条比较马虎，只写阿拉伯数字，而不写大写数字。这种做法存在很大的风险，因为阿拉伯数字很容易被对方篡改。为了防止别人擅自篡改借条上的金额，我们在写借条时，除了要写上阿拉伯数字之外，还要写上大写数字。例如，借到某某人民币3万元整，大写3万元整。这样一来，就大大增加了借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。此外，当事人在写借条时，一定要使用身份证上面的大名，而不要使用平时常用的小名或者昵称。因为如果使用小名或昵称，一旦发生纠纷，到了法院，可能会因为无法确认当事人的身份而导致借条无效。同时，在写借条时，一定要写上借款日期以及还款日期，特别是还款日期要写的具体一些。如果不明确还款日期，别人就很可能会一直拖着不还钱，给债权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钱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它关系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安全。在借贷过程中，我们需要妥善处理相关事宜，避免纠纷的发生。但与此同时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为珍贵。如果因为钱而损害了这份信任，那将是得不偿失的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借条书写的注意事项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希望本期的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，让您在今后打借条时能够更加严谨、规范。如果您觉得这些知识有用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借条书写的重要性。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